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过片儿，我是陈儿。那么今天呢，想和大家聊一款非常有意思的双反。其实每当我们提到双反的时候呀，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品牌就是禄来。那禄来呢，早在1927年到2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它的双反原型机，并在1929年正式推向市场。从此呢，也开启了禄来双反的传奇之路。那双反呢，由于它结构独特，使用便捷，在当年呢，很快就受到了摄影师们的追捧。而面对双反相机这么大的一块蛋糕，那其他厂商自然也是蠢蠢欲动。但是禄来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，作为这个龙头老大，他自然是将很多的专利呢都把在自己的手中，也就导致了其他厂商如果想制作双反相机的时候，会面临很多的困难。但是呢，这难不倒福伦达。作为我最爱的一个相机品牌，福伦达在1933年的时候交出了它的答卷。然而这份答卷成为了福伦达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旗舰双反，它就是福伦达 Superb。 其实我真的有点难以置信，这是一台1933年设计定型的产品，它的美观度在同年代来说的话，我认为真的是最美的一个存在，并且呢，这是福伦达仅仅在禄来推出第一部双反之后的4年就把它推向了市场。我不知道福伦达是做了多么大的一个努力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设计定型，然后并且推向市场。那作为一个疯子公司的这个作品啊，那就让我们今天好好盘一盘这台福伦达 Superb 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吧。福伦达 Superb 是一台最早推出于1933年的双镜头反光相机，镜头有 Scupa 和 Helia 2种选择。而今天这台相机呢，是一台 Helia 75毫米 f3.5 镜头的版本，快门是耳熟能详的德国 Comper 快门，快门速度呢1秒至250分之1秒，并支持 T 门和 B 门。如果我们从正面观察，会发现它的快门速度字体都是镜像翻转的。但是当我们握持机器拍摄时，就可以从上方观察到这个带有45度面镜的玻璃窗口，而它就将速度正向的展现给你，方便你的调整。快门线接口在镜头上弦拨杆的旁边，对焦拨杆位于镜头组下方，拨动时会联动上方的取景镜头。取景镜头上方有一个非常古典的类似于鸟喙一般的机构，用来指示此时的对焦距离。而这颗对焦镜头拥有着非常独特的视差补偿机制，当我们的对焦距离越来越近时，整个取景镜头在转动时会随着旋转做出一个向下探的动作，从而呢对近距离拍摄时的构图做出了补偿，真正呢算是做到了所见即所得。那么这个设计呢，我觉得也就是福伦达的独一份了。整个镜头组左上侧是光圈调整波轮，光圈调整范围 f3.5 至 f22。打开取景器，腰屏取景器的一侧有景深参考表，从取景器向下看，毛玻璃的一侧还带有水平泡。而这台机器同大部分双反不一样的地方，便是它的过片方式。那么同大部分的双反相机是纵向过片不同，这个相机呢，可能是唯一一台横向过片的双反相机。或许是为了规避专利，福伦达设计师异想天开地将胶卷横置，所以这台相机的舱盖呢是横向打开的。随着横向的过片，在机器的一侧设计了一个过片扳手，在过片的同时，还有一个计数器在工作。那么稍后呢，我也会聊一聊这个机构具体是如何来进行操作的。那聊了这么多呢，我们也会发现 Superb 真的是一款非常非常独特的双反相机。那么又搭配了这个著名的海利亚镜头，我呢也是非常期待这台相机究竟可以拍摄出怎样的画面。那就让我们带着这台90年前的这个双反相机，看一看这台福伦达 Superb 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吧。那既然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 Superb 的历史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带着这台相机来到了这个室外去进行一下拍摄。我呢也很想看一下这台90年前的相机究竟会拍摄出怎样的画面。那么作为一台90年前的相机，其实它留下了很多岁月的痕迹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，这台机器的成色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还是非常新的。所以呢，在用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小心翼翼，毕竟它的很多结构可能并不像现在如今的这些双反当然了，如今也已经没有双反了，就是和后期的这些双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它整体上来说的话，金属上半部分还是有一些单薄的，但是即便是
用料稍微有一丝丝的单薄，但依然会发现它的做工还是用了很多很多的心思，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。那么拿在手里呢，其实还是比较沉的，其实它的手感上来说的话。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它换上它的胶卷。那么它的换卷呢，也是它最有独特的一个方面。那么作为一台双反，它和基本上我们市面中所见的所有的双反都有所不同，它是横向去进行过偏的。那么由于它这种独特的过偏，也就导致会看到它前方的这个机构会有一点点的胖，两边会鼓出来一点。那么这两个舱呢，其实就是为了容纳这个120的胶卷。那么由于这台机器呢，它是 Superb 这个海利亚镜头的后期型，所以之前的机器其实在后面它会开一个小小的窗，那个窗是给120胶片去进行这个观测的。但是它呢只开了这个127胶卷的窗，所以说呢，一会儿在换胶卷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大家这个机器在换胶卷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。那就让我们先把胶卷放上，然后进行今天的这个评测吧。那今天我们要放的第一卷呢，是放一卷这个富士的这个160NS 这个胶卷。然后这个胶卷呢，我是第一次用，就想看一下这个160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。那富士胶卷的质量一直都是比较不错的，这个片轴我特别的喜欢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卷是怎么放到这个机器上的。那由于这个机器呢，它是一个横向的结构，所以说我们开舱的时候就非常的神奇，就是从这侧面去开。打开之后，整个后舱就全部都展开了。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就是完全是吧？这种对开门式的结构，就跟这个劳斯莱斯比较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胶卷啊，当然了，要先替换一下片轴。稳定住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胶卷从右侧带到左边，胶卷放到这儿，然后给它固定住。好，固定住之后，从右侧拉向左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片舱，其实这就是镜头，然后给它盖到这儿。然后在这机器的左侧，你还会发现这有非常好看的一个 Kirkland Film， 有这么一个小的标。然后由于呢，它这个机器是这种横走的结构，所以说呢，它就会有一个过偏扳手。这扳手呢，就和普通的这种机器就非常的像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可以这样去拉动它。在拉动的带紧它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片舱合上了。那先合的呢就是这个盖儿，在合上它之后，需要在这儿给它扣紧，然后这个机构再上来。这样听到咔嗒一声，它就扣紧了。其实这个机器是很容易漏光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也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嘛，我对这一个方面也不是说特别的在意。那么现在要做的就非常重要了，就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红窗，这红窗其实并不是120胶卷，这个是127胶卷的。所以说这台机器呢，虽然它有这红窗，但你过片的时候它并不是靠这个红窗去过片。那么它的早期机型在这儿其实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窗口是给120胶卷去观看的，那么你可以通过那个红窗去过片。但这台相机它并没有。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先要显示出127胶片的第一张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过片，就是推动这个小的过片扳手。我们还会听到这个棘轮的声音。那么你在拨动它的同时，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小的窗口，我们要看到数字1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停下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过片。那么这个过片扳手呢，也要讲解一下，就是它在过片的时候它是不会回弹的，是吧？用你的手动往回拨。然后当你在进行过片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开始走了，但是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地方，我们先主要就是观察这个红色的窗口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道线了，也就是说数字已经有点贴近了。不断的过片，我看到了下面有箭头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比较耽误时间的一个步骤。至今还是没有看到1。看到了吗？现在出现1了。这也是富士比较奇葩的地方，就是它没有预先提示的点，这就是1的时候把它关掉，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关掉它，不然的话这个地方是会漏光的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走到6了，上方计数器已经到6了，但这时候我们这儿是1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时候就要动这儿，它是有一个小波轮。
然后当我摁动它的时候，会把它释放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数字啊，注意看这数字。当我拨动它的时候，卡住了。好，数字现在就退回到1了。当我们释放这个杆之后，现在的计数器就是从1开始。那么在未来进行过片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过片过到第2章，过片过到第3章。那么它也没有一个锁紧机构，就是完全看这个小窗口，让这个数字保持在中央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是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跟其他机型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点，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带这些机器去进行拍摄了。那么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也会跟大家讲这些机器之前那些设计巧妙的地方，在拍摄之中是如何去应用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拍摄第1章。我只觉得这棵树现在开了新芽，还挺好看的，这种翠绿的颜色。那么要聊的就是这个机器的取景，非常非常的暗，那可以说是我用过所有双反里面取景器最暗的一台机器。然后我不确定能不能拍到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景器的取景的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暗。即使它的光圈是3.5，但是它的取景的这个屏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老化或者什么样的原因，非常的暗。取景的时候确实非常的操作不便。但是有人是可以去更换的。但是呢，我可能出于个人原因，我觉得这台机器其实就尽量还是保持它原汁原味的这个样子吧。这个屏幕可能在拆的时候也会碎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还是保留着它这个90年前的这个状态，我觉得就还好。就这种问题，其实自己是可以克服的。那再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，我们在对焦的时候，这个非常神奇的取景镜头，那么它呢会根据它的对焦距离进行一个下探的操作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它不是直的，但是在往无限远对焦的时候，它就变正了。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。那么要拍的时候呢，上弦就是完了，这是快门。我就重新再拍一张。误摁了，我去，对这机器还是不太熟悉。拍了啊 ，OK。Is that okay? Take a photo for the little puppy. Hello.蒙一张啊，3、2、1。真看不到，镜一太黑了，这块屏。我拍个地面的，不拍车了。我现在就在等那台 TDC 的这个叫什么 Streetcar 过来。然后现在是一个逆光环境，但我感觉这个头因为它没有镀膜嘛，所以说它的抗眩光会比较差，然后可能也不会捕捉特别多的颜色。我可能会以这个黄色的这个条带作为一个前景去进行拍摄，它是一个虚化的状态。拍完这张之后呢，我会调转镜头，然后再拍它的一个屁股，看看能不能把 CN Tower 也同时拍下来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拍摄的思路。那么现在这个车呢还在那儿，我们就等它过来。哦，拍了。然后现在赶紧过片，过到最后一张，12张。往这儿走走。1.6，拧到24，往这儿一点点，再往前走一走。这么靠前，这车。
等这个。然后我们再进行回偏，当你觉得它比较松了的时候，这个卷应该就是卷完了。我们可以看到都在这儿，摁住它，把后面这个提钩一提，卷就取出来了。我们给它再扣回来，把这卷缠好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，就是因为这卷已经拍完了，计数器现在卡到12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它清零。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小豆豆给它往回摁。这样就清零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换新的胶卷了。这一辆接一辆的，我看到哪？我在这儿换也行，其实我们就在这儿换，我就不说话了。这样就 OK 了。现在是400度，我们走吧，再去拍点啥。来，给 Freddy 来一张。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哪有车？没有车，你不是让你是拍这儿是吧？你反过来拍也行，其实就这边纵深感比较强一点，是吧？来，等一个车尾灯，1、2、3 ，OK。我应该带个相机袋就好了。好，可以。果片儿，记得果片儿。33年，这是台1933年的机器，我们现在是2023年，游走在90年后的街头。哎，挺有意思。哎，前面这个楼感觉非常的中国呀，这个玻璃，就这个 HYATT， 有点像上海那边老的写字楼一样。OK， 这是个什么光呢？你看，4125吧，那就是4，暗一点也行，其实。哦，拍了啊！3、2、1。那么今天呢，其实就差1张了，但是这个机器今天拍的大部分都是彩色。其实彩色并不是这个机器非常擅长的，但之前在拍彩色的时候呢，会发现这台机器的彩色其实很浓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虽然是没有镀膜，但是它的玻璃用料应该还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它的色彩很浓郁，非常浓郁，就不像是一个白玻璃能拍出来的效果。那么这机器呢，我并没有镜头盖，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柯达的胶卷盖可以非常好的贴合在这个上面。然后由于这边呢它是有那个小玻璃窗口看快门速度的，所以说把这豁开一个小口就可以把它这样放到上面，也是非常的巧妙啊。把它放回来了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还剩最后一张，一会儿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，把最后一张给它拍了它。我觉得这个角度好看。这个角度拍什么呀？拍 CN Tower。这有天吗？拍 CN Tower。还有一个框架结构卡的 CN Tower， 还蛮酷的。我拍这个吧。我已经上好弦了，1/8秒，基本就是这样。然后我等它吧。好。OK， 可以。结束。
看完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我们呢，首先来聊一聊这个海利亚镜头。那么这颗镜头呢，其实它就是非常早期的海利亚镜头，它和后期的那个福伦达 Bessa Tilt 的那颗海利亚呢，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了。毕竟它是非常非常早期的30年代的一个产物，它的这个感觉呢，就有点像 Bessa RF 上的那颗海利亚，它俩的感觉呢是很像的，虽然它俩的这个焦段并不相同。那由于是白头也没有镀膜，所以说呢，在拍摄彩色胶卷的时候，我会认为它在不同这种环境下的这个色彩一致性，它就不是特别的好，色彩会出现一些偏差。那么在逆光的时候呢，那基本上就是不太能看的一个样子了啊。那还有一些图片呢，给我的感觉是它的焦点会出现一些非常奇怪的偏移。那我认为原因呢，可能是后面的这个压板，或者是说它的这种传动机构会导致这个120胶卷拉得不够平整。所以说呢，会出现一些焦点偏移的状况，可能有的地方是实的，有的地方是虚的。就比如说这张照片，乍一看的时候，我是不相信，在这么一个对焦距离上，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景深效果，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移轴的感觉了。那讲到这儿呢，我们也可以聊聊这个黑白。我觉得这个镜头真的拍黑白是非常的不错。那也是之前我们在样片中也看到了，那么当时带着这个机器呢，是去了这个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活动，然后呢，那是因为我朋友也在那儿，然后他们的这个装备都非常的考究，然后呢就用了这么一台30年代的机器拍摄了相同时代下这些士兵的装扮，就让人感觉仿佛真的就是回到了那个时代。即便呢这颗镜头的锐度并不是特别的高，那么焦外呢还有一点微微的悬焦，但是它的黑白过渡那种质感在那一刻真的就拉满了。当我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，我甚至都不太敢相信这是我在2023年的时候拍摄的画面。那我也相信呢，这台相机在当年一定也出现在战场上，因为它是在战前就已经推向市场的这么一台相机。但只不过说拿着它当战地用的话，我认为还是比较奢侈的。这个机器感觉还是相对比较娇贵的。所以呢，我在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也是十分的小心，生怕磕了碰了。因为也会看到这台相机其实它的成色真的算是非常的好。那么即便是这样，我依然在拍摄的时候呢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它的快门呢还会出现这个卡住的状况，那一卷呢多的时候卡住了有3张，也就导致了很多画面呢就是完全过曝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快门敞开之后呢它无法闭合。那再有呢就是这个侧边的这个小窗，一定要记住使用时要把它关闭，因为真的会导致有漏光的现象产生。那还有一点呢值得注意，就是这台相机由于它是后期一点的产品，所以说它取消了120胶卷的那个视窗，它只在这儿有一个127的视窗。所以说在拍摄之前呢，127这个窗也就只是说当它到1的时候去确定这个片头的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关上了。关上之后你最好就永远都不要再打开它了。所以这个后期型的机器呢就只能是根据这个计数器来进行操作，但我感觉这个计数器的是不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一个感觉，我就特别怕它什么时候这个齿轮可能打齿啊，或者说就跟那个120的这个背指联动不太好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碟偏或者是这样的问题。但是还好这台机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但是这一点其实是我比较担心的。如果说它这儿像早期型有一个窗口的话，其实反而是让你有多一个保障。那聊到这儿的话，也要聊一聊就是这个机器是如何来判断年代的。那就是当我拉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在这儿会看到机器的一个序列号。那么这台相机由于它序列号前面没有任何字母，所以说它其实是1939年的时候生产的，也算是最后期的一个 Superb 的一个型号了。那其他年代的这个参考呢，我会把它放到这边，大家可以进行参考。那其实以上说的这些呢，其实都算是一个小问题。我认为这个机器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取景器实在是太暗了，这可能是我用过所有双反里面取景器最暗的一部。当然了，你如果说想更换高亮屏的话，也是完全可以的。但只不过说，由于这个机器年代比较久远，我认为可能还是保持它一个原汁原味的样子比较好，所以说我并没有进行那样的操作。那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，福伦达也并没有对 Superb 进行任何的更新。甚至说福伦达这个廉价一点的这个产品 Brilliant， 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介绍过的小百灵，也没有进行更新。
福伦达仿佛就是彻底放弃掉了双反的这条产品线。然而呢，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，在1956年的时候，福伦达有推出过一部依然以 Superb 命名的双反原型机。据说呢，这台相机是为了纪念福伦达成立200周年。你敢想，在1956年的时候庆祝200周年，那就是1756年到1956年。福伦达确实是一个光学老厂呀，真的没有人能跟它比。从1756年就开始了。但是很遗憾，这台相机呢，最终只停留在了原型机的阶段，并没有推向市场。Superb 这个显亮的名号，最终也只停留在了上世纪30年代。但是它独到的设计，至今依旧被我们津津乐道。那以上呢，就是关于这台 Superb 的全部内容了。未来我也会带来更多新奇好玩的东西介绍给大家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